Hello， 大家好，Welcome to 成都，欢迎来到成都。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也是四川省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历史非常悠久，值得逛的地方非常多。现在我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成都的天府广场，周边呢有很多高层建筑，这是成都绝对的市中心。你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成都的地图最中心的地方就是这里。今天天气不是很好，阴阴的天，但是呢，成都这座城市绝对值得一逛。那么来成都旅游呢，到底有哪些值得做的事情呢？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看看成都这座城市怎么样。OK，let's go。春熙路是成都最为热闹的商业街区，有好几条街道组成，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成都最著名的熊猫雕塑就在这里。老远就能看到挂在 IFS 的外墙上。如果你想看熊猫的正面，就得坐电梯去7楼的露台，就这里了。不过这里并不是 IFS 的最高层只是中段的一个露台。如果只是打个卡，在警戒线外拍照也是不错的。如果想要去合影的话，那就得去排队了。你看看人多。除了 IFS 有熊猫雕塑，在凌志汽车体验店门前也有一只。不过这只熊猫感觉在生气，像是一只愤怒的熊猫。还有就是裸眼 3D 的屏幕，不戴眼镜就能近距离观看的 3D 特效，现在在很多城市都已经有了。不过我在这里看到了2个 3D 屏幕，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原版成都的朋友有知道的吗？太古里就在春熙路的旁边，也是成都市区最著名的商圈之一。这个地方呢，不是大的品牌旗舰店呢，就是奢侈品店。很多国际大品牌在这里都开设有旗舰店，比如苹果体验店，永远都是这么有人气。还有无印良品的超级大商城，简约而不简单，说的就是它。以及乐高的马赛克王国，这些马赛克熊猫超级搞笑，外面的马赛克小人塑像也很生动。马斯克的特斯拉开在了太古里的最核心位置，而宾利体验店则开在了商圈的外围。门前一只花猫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还有路易威登的圣诞橙色展，这种在中国古建筑内的西方艺术展真的很亮眼。这些店铺可不仅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更多的是以展示品牌价值为目的。能入驻太古里的品牌在世界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成都旅游都爱逛太古里？包括很多本地人也会来这里逛街，因为这里是成都当之无愧的最繁华地段。而神奇的是，在太古里商圈的中间有一座大慈寺，这绝对是繁华与朴素、喧闹与宁静并存的典范。寺院不大，但是很古朴，而且据说这里还是玄奘法师的受戒之处。在如此繁华的商业中心，居然有一座这样宁静的地方，绝对值得来看看。如果来成都只能去一座寺院，那肯定是非文殊院莫属了，因为这里是长江上下游4大禅林之首。文殊院内供奉有空灵2圣，也就是佛骨舍利和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每年只开放1次，让很多信徒不远万里来此朝拜。这个季节的文殊院更加漂亮，因为银杏树叶都已经黄了，搭配古色古香的寺院建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这里拍照。寺院也为每位游客提供了一杯温暖的3宝茶，非常好喝。大殿的墙壁上刻有寺院的历史，古老的大殿建筑、鱼形的撞钟、烟雾缭绕的香炉以及祈福的红蜡烛，都在讲述这座寺院的故事。最后领取一根免费的清香，转一转这座佛塔，不为求取，只为感恩。感恩父母安康，感恩此刻拥有，感恩这个季节来到这个地方。东郊记忆是成都最为热闹的文创园地，一进园区就看到一排小餐馆，我以为我走错地方了，但是这里真的就是成都最潮的文创园地。这些餐馆也都非常有情调，每一间店都有自己独特的装修风格，比如这家茶馆
竹子座椅，满满的四川风情。一拐弯就看到这座高大的平台，柱子得要3-4个人才能合抱下。这里其实是原来的红光电子广场，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园区内可以看到很多当年的老设备，你看这上面的一排管道，不知道在当年是什么用途。这里还有很多这种工业风的建筑，比如这个有点像锅炉，还有这个大烟囱，以及这个大水塔，全都是上个世纪成都人的记忆。没有找到成都大致的网红墙，但是和这个小铜人合了影。最让我惊奇的是，这里居然有一片露营区，天气暖和的时候来这里露营聊天应该很赞。在成都，除了地铁，最便捷、最快速的交通方式就是 BRT， 而成都的 BRT 可能是国内路线设计最好的快速公交了，因为整条路线是在2环的高架桥上运行。在这里坐公交有一种坐轻轨的感觉，不管你是想单纯的发呆，还是只想当一个懒人游客，坐一次成都的 BRT 都是相当不错的体验。内侧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整个2环内部的建筑，站在桥下看车水马龙，坐在车上看城市风光，视角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高架桥上看到的成都比地面上看到的更加立体。车票只要2块钱，在 BRT 车站内可以免费换乘，天气好的话坐上一整天都没问题。同一个公园，一半收费，一半免费。这个地方就是成都曾经的地标望江楼公园。望江楼公园就在锦江的边上，环境非常好，一进大门就能看到一整片高大的竹林。竹子大概是四川最常见的植物之一了。在成都，如果想要拍摄竹林景观，这个望江楼公园绝对是首选，因为这里就是以竹子为主题的园林景观区，也是国内竹子品种最多的公园。从1954年开始引种，到现在已经有400多种不同品种的竹子了。这里竹子的品种真的非常多，有全国各地的竹子，甚至有一些竹子的品种是来自于国外。这些竹子都是为了纪念大唐第一才女薛桃而种的。如今这些竹子已经茂密成林，每天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此拍照。这里的竹林呢，它是一簇一簇的，不是说一整片的，像这种就是这样一簇一簇的。这样的每一簇竹林当中它都有那个很大的一个空间，这样的话人在这里面走动就完全没有问题。夏天的时候更是成都少有的避暑胜地，很多地道的茶馆就藏在竹林当中。走着走着，你就能听见竹林中传来的麻将声，一边喝茶一边摆龙门阵，这就是地道的老成都生活。相较于人民公园的喧闹和嘈杂，这里绝对是成都最巴适的公园了。巷子有宽有窄，宽有宽的生活，窄有窄的收获，宽窄人生皆是路。这里就是成都最热门的商圈宽窄巷。和春熙路不同的是，这里的古韵更浓，街道上的古建筑更多。这个商圈是由宽巷子、窄巷子和紧巷子3条街道组成，街道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很多店家门前都有店员在揽客。最常见就是看川剧变脸，价格嘛需要自己去谈。宽窄巷还是很多成都小吃的发源地，这里隐藏着许多成都小吃的老字号，走在街上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小吃种类真的很丰富。但是由于宽窄巷的商业化起步非常早，所以这里的小吃并不便宜，如今很多小吃也不怎么地道了，至少我问过的当地人都不太推荐来宽窄巷吃小吃。不过如果你只是想要品味老成都的建筑风貌，宽窄巷应该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还保留有大量的成都传统民居。再就是如果你还想感受一下老成都人的悠闲生活，宽窄巷的茶馆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花上1-2个小时坐在茶馆里面品茶聊天，还是相当巴适的。最后还有一个地方一定不要错过，那就是五粮液的体验馆了。不论你是不是酒鬼，都可以来这里参观一下，不饮自醉的感觉还是很特别的。有一个地方的市博比省博还要大，收藏的文物比省博更加丰富，这个地方就是成都博物馆。如果想要了解成都的历史，那么这个成都博物馆是一定要来看一下的。这里是成都博物馆的新馆，就在天府广场的旁边，需要预约才能参观。整个博物馆分为6层，每一层都有精彩的看点。比如第1层的人与自然专题馆，展示有世界各地的动植物标本，而且每一个动物都栩栩如生，非常适合带娃来看。
还有5楼的中国皮影馆，这是国内最大的皮影馆，展示有各地具有代表性的皮影藏品，非常值得一看。而这里的镇馆之宝则是一只巨大的石犀牛，长 3.3 米，高 1.7 米，宽 1.2 米，重达 8.5 吨。据说是建造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专门制造出来用于镇水的神兽。除此之外，这个博物馆还展示有成都人在不同时期的市井生活，绝对是了解成都文化最好的地方。2019年 CNN 评选21个世界最美街区，锦里是唯一入选的中国街道，并且位居榜首。所以来成都旅游，锦里一定不要错过。在这里，白天可以体验古城文化，夜幕降临之后可以感受深色光影，尤其是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特别漂亮，可以看到很多游客一再挑头拍照。如果租上一套汉服，应该效果更好。这里有很多成都特色的工艺品，其中有一些纯手工制品，非常适合做伴手礼。另外，非遗文化也是锦里的一大特色，吹糖人、画糖画、剪肖像、捏面人，在这里都能体验到。还有就是锦里的小吃品种也非常多，几乎成都所有的美食都能在这里找到。走累了还可以找家盖碗茶馆，坐下来看一场川剧变脸，或是感受一下巴适的老成都采耳。锦里是一个非常适合逛吃的地方，在三国时期就已经闻名全国了，号称蜀西第一街，浓缩了成都的市井文化。百年木板门、千载石板路是锦里的现实写照。这个世界最美街区，你不想来看看吗？赵雷真的没有骗我们，在玉林路的尽头真的有一个小酒馆。2014年，赵雷的一首《成都》让所有人都知道了成都的玉林路，也知道了玉林路尽头的小酒馆，所以这里成了很多人来成都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成都是一首民谣歌曲，也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你们有没有觉得成都唱的就是自己呢？好了，以上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在成都旅游最值得做的10件事情了。其实在成都值得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10件。时间允许的话，建议大家安排5到7天的时间，相信大家一定会爱上这座城市的。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下一期视频带大家去看一下成都的熊猫基地。那咱们下期见吧，拜拜。